5月13號到15號，美國高層來華開展為期3天的正式訪問。臨行之際表態呢，願意和中國持續開展坦誠且深入的交流。縱觀整場的訪問行程，就能看出這句表態絕非簡單的場面客套。外界最為關注的一點呢，也隨之浮現：美方的此番表態究竟是真心謀求對話溝通，還是迫於現實形勢不得不主動洽談？大家好，我是謝飛，歡迎來到今天的謝飛觀察。早在5月12號啊，美方經貿代表团呢就已經在這個首爾與中方敲定了各項的這個貿易談判的具體細則啊，也就是說呀，在美國專機抵達北京之前，那麼此次的訪問就涉及的，比如說像經貿合作整體框架就已經全部的敲定啊。13號晚間，美方代表团抵達北京，中方高層親自前往機場迎接。那麼現場呢，鋪設紅毯，懸掛兩國的國旗，還有數百名的學生列隊迎接。這般高規格的接待的待遇，近些年極少有外國元首能夠享有。那麼14號的上午呢，兩國領導人呢在人民大會堂呢舉行會談，整場的會談時長超2小時15分鐘。那麼洽談內容呢，就囊括了包括像經貿合作啊、中東局勢、俄烏衝突以及呢朝鮮半島局勢等等多项的国際熱點議題。當天下午呢，雙方一同呢就前往了天壇遊覽參觀啊。當晚呢舉行的這個歡迎國宴上，向來這個滴酒不沾的美方高層呢破例舉杯示意，即便杯中依舊是常喝的飲品，那這個主動舉杯的舉動是吧，本身就能傳遞出一個明確的外交態度。15號上午呢，雙方呢移步中南海園區散步閒談、品茶交流。這座毗鄰故宮的一個核心園區呢，向來極少對外開放接待外賓。那麼此前呢，僅有3任美國總統到訪此地，足以看得出此次會面的這個重視程度與特殊的意義。結束午餐過後呢，美方一行人呢搭乘專機離開北京了。縱觀此次的這個全程訪問行程安排緊湊密集，接待規格拉滿，整體交流氛圍十分融洽，和9年前美方那次訪華之行有着天壤之別。當年美方呢先走訪日韓等盟友國家，最後才順路到訪中國，處處凸顯盟友優先的態度。而這一次呢，美方的此次的亞洲之行呢，全程以中國為核心，那首站便直奔北京。態度與這個行程的轉變的背後，道理十分淺顯，就是中國在美國的整體的這個全球戰略布局當中，早已經從众多合作對象之一升級成為不可或缺的核心的關鍵。而美方選擇在這個時間點主動訪華，背後緣由它並不複雜。2025年，美方呢借着國家緊急狀態的名義，對大批的中國進口商品呢大幅上調關稅，部分商品的關稅漲幅甚至達到了145%。可是局勢呢很快迎來反轉。2026年2月，美國的最高法院呢判定這類對等的加征關稅舉措不符合法律規定。時隔不久呢，5月7號，美國國際貿易法院呢再次駁回了美方10%的全球通用關稅的政策，要求美方呢退還民众已繳納的这個稅款以及對應的利息。那目前呢，這個首批的退稅的相關的流程已經正式啟動了那麼依靠關稅施壓的強硬的手段，那直接呢就被美國本土的司法體系徹底推翻。再加上當下美國國內的物價居高不下，通貨膨脹的問題難以緩解，財政赤字呢持續擴大。那距離新一輪的中期選舉的僅剩半年時間，多重壓力疊加之下呢，美國政壇急需一場實打實的外交成果，穩住局勢。隨同來訪的17位的各大行業的企業領袖，覆蓋芯片製造農業生產等等多個領域，各方呢都有着清晰的利益考量。你看，波音企業迫切想要拿下数百架的民航客機的採購訂單，農業領域呢代表呢則緊盯這個中部農業大州的這個選票，看似雙方這個商談各類國際大事，實則各方都在謀求這個自身的商業利益。本次訪問取得最為關鍵的成果，便是中美兩國正式確立全新雙邊關係定位，將雙方的這個關係劃定為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中方對此明確劃分4大發展方向，
分別是以合作為主導的积極穩定、堅守邊界的良性競爭穩定、妥善管控分歧的常態穩定、謀求長久和平的持久穩定。直白來講就是这個两國之間的存在分歧、爭執實屬正常，但絕不能走向對立衝突雙方呢開展這個行業競爭無可避免，但是必須堅守既定規則。放在這個中美關係發展的歷程當中，我們來看此次的全新關係的定位，標誌着兩國關係邁入到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從1972年兩國破冰建交達成戰略合作，到冷戰結束之後呢，21年呢一邊接觸合作，一邊呢相互防衛，再到2017年之後，兩國關係逐步走向全面競爭。那如今呢，雙方已然是認清現實了，一味的圍堵遏制毫無作用。全面對抗付出的代價太過沉重，那不如呢共同制定相處準則在這個良性競爭之中挖掘更多的合作契機。過去的數年的時間裡邊呢，中美雙方呢展開多輪的全方位的博弈，關稅壁壘、技術封鎖這個芯片行業的禁令、實體企業的清單等等各類的這個施壓方式盡數使出2025年的中方出台多項的反制舉措之後，美方呢徹底認清現實，極限施壓從來都不是單方面的手段美國呢自身同樣存在着諸多的發展短板和薄弱之處。那經過呢多輪的博弈較量，那兩國呢都徹底摸清了彼此底線以及反制手段，逐漸的形成了不再輕易升級对立態勢的共識。這份共識雖然無法直接促成兩國建立這種深度的互信，卻能有效地阻止雙邊局勢持續朝着這個惡化的方向發展。那麼此番美方提及的坦誠深入溝通，短短6個字，看似平淡，實則分量十足。那此前呢很長的一段這個時間裡邊呢，中美之間多層的溝通渠道近乎中斷，兩個核大國缺少常態化的這個對話途徑，極易引發戰略誤判，潛藏極大安全風險。而這次的高層的訪問，最直觀的成效就是重新打通、恢復兩國常態化的溝通機制，那麼讓雙方清晰知曉彼此的這種這個處事的底線和核心的訴求。那麼台海局勢、南海問題、高端科技領域博弈等長期存在的分歧，短期內很難徹底化解，但是只要溝通渠道保持暢通，雙方守住各自的底線，那就擁有及時叫停衝突、緩和局勢的空間。往後呢，中美兩國的相處呢，依舊不會這個一帆風順，雙方呢根深蒂固的這種結構性的矛盾並未徹底的消除。美國國內的選舉局勢的變動也隨時會給這個雙邊的關係帶來這種未知的變數。但是此次北京高層會面足以印證一個事實：當全面對抗沒有任何出路的時候，平等對話的溝通就會成為雙方唯一的一個選擇。國宴之上那一場特殊的舉杯致意，無關兩國的情誼深淺只是順應當下現實局勢做出的一個務實的選擇。好了，感謝收看這期的谢飞觀察，希望各位呢點個關注，我們下期節目再見。